清明踏青也爱飘香，到青草为之，或粉做青团，一直是江南地区的习俗。软糯 Q 弹的糯米面团，喜甜喜咸均在这一屉，包裹的是美味，感受的更是对家人的思念。今天我们就来蒸一笼缤纷多样的青团，不知道你是喜欢吃清香宜人的碗蓉青团，经典的荠菜猪肉馅，咸甜可口的金沙肉松青团，甜中带香的古早黑糖花生青团，略带微甜的绿豆沙青团，或者百吃不腻的经典红豆沙青团呢？那就关注我，我是毛毛，每周更新干货满满的烘焙美食视频。首先我们来制作清香宜人的碗蓉内馅。新鲜或者冷冻的歪豆颗粒要相对饱满，这样的话皮少泥多。我们把清洗干净的歪豆泥加上清水搅打成泥，倒在纱布上。这时候如果挤压的话，水分很难挤压出来，因为水跟歪豆泥已经和为一体了。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冷冻脱水的方法，非常好使。把纱布收口，放去速冻过夜，第二天取出来稍微解冻，把歪豆冰块放在一个滤网上，边解冻边过滤去水分。当所有的冰块都解冻完以后，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干燥的歪豆泥。虽然耗时比较长，但是比起把这些水分都炒干，真的是方便太多了。这时候你可以用手稍微再挤压一下，把多余的水分给挤出去。这时候挤压水分就非常方便了，因为它的水跟歪豆泥已经脱离了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份水分相对含量很低的歪豆泥。歪豆泥吃起来特别的清香，我非常强烈推荐这个内馅，而且吃起来也完全没有负担，特别清新宜人。只要稍许加一点盐调制即可。炒制内馅的时候，我们锅中加入少许的油，倒入歪豆泥直接翻炒，大概10分钟左右，把它炒成比较干的内馅。因为我们包在青团里面，水分不能太多，太多的话青团会比较容易塌陷。完全不摘刮刀，在锅里看着是一小坨一小坨的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给它摊开晾凉。成25克每个的小剂子备用。我们来做金沙肉松内馅。金沙肉松内馅里面的沙就来自于绿豆沙，我们取去皮的绿豆给它清洗干净，一定要洗去里面的黄水，直接加入清水，中间如果可以的话记得换水几次，一直浸泡到用手可以掐断为止。放入蒸锅上开始蒸制，蒸约30分钟以后，一直蒸到用手拿起来可以轻松碾碎就可以了。我们直接趁热放在搅拌机里面，加入砂糖跟淡奶油，直接用这个食物料理机给它搅拌成泥。如果没有食物料理机的话，可以直接放在筛网上过筛，这样也可以达到比较细腻的绿豆泥，但是可能会比较费时费力。淡奶油也可以用牛奶代替，但是用量可能要稍作减少。最后绿豆泥的状态应该是取一小块出来，用手搓圆，是完全不沾手，但是有比较柔软的状态。因为凉了以后，它的硬度会稍微增加一点。金沙绿豆馅里面的金就来自咸蛋黄，我们取大概9个咸蛋黄，加1小瓶盖的白酒，稍微去腥，抓匀以后，我们放在烤箱350度烤6分钟，到表面出油，趁热用叉子给它擦碎。不用擦的特别碎，因为吃到一点点咸蛋黄的颗粒，反而可以增加馅的层次感。我们称取一部分的绿豆泥，加上咸蛋黄跟肉松，把三者混合均匀，就是金沙肉松馅。款内馅我也非常推荐，因为它咸甜口味都有，而且用绿豆泥来代替了传统用的沙拉酱 mayonnaise， 把热量大大的降低了，而且绿豆泥带来的那种清新细腻的口感是沙拉酱远远不可比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。同时注意一下你购买的肉松的咸度跟咸蛋黄的咸度，我这里加了1小勺的盐，因为我用的咸蛋黄跟肉松基本上是味道比较带的，所以我们要加入一点的盐来增加一点咸的口味。
最后能直接这样和成一个小团就可以了。我们直接给它分成25克1克左右的内馅备用。做青团一定要提前把蟹都给称好。然后我们来做荠菜猪肉馅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啦。我们取一包冷冻或者是新鲜的荠菜，给它飞水挤干，然后给它切碎。这里提一下，因为像平时用青菜的话，大家一般都是飞水切好再挤，但是荠菜的话，你可以先挤干再切，跟青菜是反的，因为它比较干，所以说大家在这里也可以加入一半的青菜也是可以的，或者加入茼蒿或者马来头，这些你喜欢的蔬菜都是可以的。在和蟹之前，我们要先制作葱姜水，拿几片生姜跟2根切碎的葱，加一点热水，给它焖制一会儿。我们制作的葱姜水是一会儿作为水来打入猪肉馅里面的。我们把原料准备好，开始和馅。往猪肉里面加入盐、糖、胡椒粉、生抽，用手抓拌均匀。然后往里面打入大概70克左右的葱姜水，1斤猪肉加70克左右的葱姜水即可。我们这里不是在做埋透，埋透的话你打水可能要打多一点，因为汁水太多的话青团比较容易塌陷。然后和入刚才切好的荠菜即可。这里跟大家提醒一下，最好不要用料酒，因为料酒的话会容易让蟹发酸，因为我们不是在做菜，它那个酒精挥发不出去。同样我们把它分割成25克1个的剂子，如果新手不太会包这种团子形状的话，可以把这个肉馅放在速冻里面给它冻硬，这样的话包裹的话就会比较容易。下面我们做黑糖花生馅，这款馅料相对比较简单，我们只需要把花生首先给它打碎。其实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款馅料，它吃到嘴里的口感特别好，而且我今天用的这个花生是 salted peanuts， 就是稍微带一点点盐分的，它的盐跟黑糖混合在一起，达到那种口感真的是非常棒，我超级推荐你们做这个，用来做面包的夹馅或者拌的酸奶吃都特别好。打花生的时候记得打一下，然后拿出来摇一下，再打一下，千万不要把它打成花生酱，要把它打成这样，看着快要成酱了，但是呢还是比较细小的花生颗粒，这样才是最好的状态。然后我们往里面加入黑糖跟烤好的芝麻就拌好就可以啦。其实你还可以往里面加入猪油或者椰子油，给它拌成一个捏成这种小团，那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包制。但是我觉得我们这里就不要增加更多的热量了，因为花生本身热量比较多了，所以这样的内馅它完全不会干的，因为外面的糯米皮它本身比较 Q 弹，配上这样的内馅吃在一起口感很棒。后就是经典的红豆沙馅，这里我没有演示，因为红豆沙你可以自己去超市买，或者直接按照我上面提供的配方炒制成馅。同样给它分成25克1个的小球。具体做法就是把红豆加水煮成沙，然后呢给它粉碎机粉碎，加入糖跟油直接炒干即可。馅料准备好以后，我们来制作青团面团。首先我们需要制作烫熟澄面，澄面就是小麦淀粉。我们往里面加入同等重量的热水，一定要是非常煮沸的水，直接把澄面烫熟。稍微不烫手的时候，我们放在案板上，用手给它揉捏均匀。加入澄面的作用是为了让青团面团更加有撑性，这样蒸好以后会看着比较立体。大家也可以加入一定的粘米粉，也有这个作用。下面我们开始制作面团，我会用3种不同的方法。首先我们来做菠菜的面团，我们取一把菠菜，只摘取上面的叶子，因为茎的话纤维比较多。大家也可以用别的绿叶蔬菜或者是麦青汁来代替，但是菠菜比较常见，所以我给大家分享用菠菜做的绿色面团。焯水菠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往里面加入一点点的小苏打，让整个菠菜的颜色更绿。方中给出的菠菜泥的用量，做出来的青团颜色跟艾草是非常接近的，是那种比较深青的颜色。
如果你想要青团的颜色不要这么深的话，你可以减少一下菠菜泥的用量，这样的话菠菜泥也不会像视频里面这么浓。但是我个人建议是做浓一点，因为菠菜毕竟不像抹茶粉啊、麦青汁那样颜色好看，所以说大家还是做浓一点比较好。焯过水的菠菜放在冷水里面过一下，然后稍微滤干一下。所以我这里200克是这样挤干以后200克的菠菜的用量，然后加入1倍重量的水，100克的水给它搅打成的泥，然后取出180克到190克放在面团里面。的菠菜泥颜色是比较偏深青色的，我也非常推荐用那个 wheatgrass 就是麦青汁来做。我们准备好这些原料就开始和面啦。第一种我们采用放在盆里面和面的方法，我们把这个糯米粉放在碗中，把成面这样揪成小块放在里面，倒入菠菜汁。因为每个人的菠菜泥的稠度不一样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观看我下面怎么来检查这个面团干湿度的方法。我们用小抹刀给它稍微拌均匀以后，用手给它揉捏均匀。基本上是最少要加180克的，加入180克以后，你会发现这个面团还是偏干的，就根本不能成团。我们往里面再少量的加菠菜泥，一定要少量的加，然后倒在案板上，用手掌跟手腕那个根部这样开始往前推揉的方式，一定要放在案板上这样推揉，让整个菠菜泥跟这个面粉完全融合，这样制作出来的青团表面才会比较光滑。检查这个面团干湿度的时候呢，我们取一小块给它戳成小球，然后用大拇指开始戳一个洞，憋拽，大拇指别往里面伸，把它做成一个小窝的形状。如果这时候你看到裂缝比较大的话，那整个就说明你还要再加那么一点点的水，真的就是特别少一点点的菠菜泥即可，不要荒诞一下子往里面倒太多，那你又要再加粉，这样的话你就会无休止的加粉加水了，所以说一定要少量的加。同样的方法，我们用大拇指边往下伸，然后右手边拽的方法，把它做成一个小窝的形状，就像玉米窝窝那种形状。开到边缘比较光滑，没有大的裂纹了，这种小的裂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它一会儿蒸完以后就看不见了，这种干湿程度就可以了。我们放在保鲜袋里面备用，来做紫薯面团。蒸好的紫薯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干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加入一定的水分。第二种方法是直接在案板上操作，我们用手背开锅，放入撕成小块的成面，然后直接倒入水，用刮板协作把这个粉跟水混合均匀。在案板上操作和面的话，一定要有这个刮板，如果你没有刮板的话，就直接像第一种方法，先在盆里给它搅拌成团以后，再在案板上揉捏。大致成团以后，我们加入紫薯，大家也可以用紫薯跟水直接搅打成泥，再跟糯米粉混合，这样的话可能做出来的颜色会更加均匀，但是这样揉捏的话，做出来颜色也挺好看的，或者直接加入紫薯粉也可以。做青团的话，它的面团比做面包的面团简单多了，基本上只要你判别好那个干湿程度，就完全没有问题。干湿程度是制作青团蒸出来立不立体的关键，手掌根这样前后推搓揉捏，这样做出来的青团蒸好以后，表面才比较光滑圆润。同样的方法，把它攥成一个小窝，周围没有大的裂纹即可。我们来制作奶瓜内馅，我用的是罐头奶瓜泥。我好几次视频都提到了，罐头奶瓜泥不含任何防腐剂，而且随买随用，干湿度也非常的一致，所以我还是比较用罐头奶瓜泥来做一些奶瓜的甜点。我们第三种方法是用除湿机来操作，把糯米粉、成面、奶瓜泥、水稍微留取一点点，直接放在这个打面缸里面，用 K 桨开始搅拌。用除湿机有一个注意事项，就是不要这样看着面团感觉挺干的，然后我就再加水，一定要停下来，用手去把这个面团给它这样弄下来，然后呢稍微坨成一团，
然后再取小块出来，感受一下它那个软硬度以后再加水。因为它是糯米做的团，它不像面包一样是没有任何筋性的，所以你看着它挺干的，很多裂纹，其实它那个稠度已经够了。同样我们攥成这样一个小窝，周围是没有大的裂纹就可以啦，比较光滑，就一定要到没有大的裂纹，小的细纹是完全没有关系的，一蒸它完全就看不见了。这样我们假设里面有蟹，这样包裹起来，你看这样比较光滑的就完全没有问题。这样我们3个颜色的面团就做好啦。我们同样把它分成40克一个每个的剂子，取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的皮跟内馅给它组合起来。包裹的时候我们先把它搓圆，用同样的手法，用大拇指不断的往前面伸，然后右手不断的拽的方式给它拽成一个小窝窝，就像玉米窝窝那种形状。上面的小细纹是完全没有关系的，一会儿我们把它一搓圆就看不见了。我们放入一颗豆沙馅，用虎口的方式给它慢慢收紧。用这种方法包裹的青团里面的空气含量比较少，最后蒸出来会比较立体。包裹完以后一定要用双手给它搓到表面光滑，看不见细纹即可。放在滴了油脂的蒸笼上，照自己的喜欢取不同颜色的外皮跟内馅，统筹排列各种组合。窝窝的这个深度大概是有半个手指那么长，一定要有这么深的深度才可以，要不然的话你可能让整个饼皮会造成下面那坨就是馅比较厚，上面比较薄。菠菜面团呢，它可能因为菠菜里面它毕竟是菜嘛，它会有很多这种纤维，所以呢它会相对来说会比别的面团难包那么一点点，它的裂纹细纹也会多一点。但是千万不要害怕，它一蒸的话就完全看不见了，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和面团的时候和得特别稀，完全看不到任何细纹了，那你蒸出来必定会塌陷。同样我们这样一定要收紧，把里面的空气都排出来，这也是很多包中式点心的必备手法，包月饼、包蛋黄酥都是这种手法。馅呢，我们直接就这样把这样握成窝窝以后，直接用勺子给它放进去以后，左手用大拇指摁，右手给它收紧就可以了。这个馅比较容易包，因为它毕竟很少，做出来的青团也会相对小一点。如果实在学不会那种转成小窝窝的方法，第二种包制手法，直接把这个面团给它摁扁，然后放入内馅，同样也是从底部往上，这样慢慢的用虎口给它收紧，排出空气。个人呢是比较推荐用前面一种方法，因为我们毕竟在做亲民的中式传统点心，所以说配上传统的中式点心手法是比较搭配的。同时把咸口味的馅拿出来，我们来包制咸口味的内馅。咸蛋黄肉松是最容易包的，因为它的硬度很高。猪肉馅呢，我给它速冻了一会儿，所以它硬度也比较硬了，也比较容易包。菠菜馅看到没有，表面上它会有一点点裂纹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，千万不要多加水哦。同时一定要揉搓成一个比较均匀的面团。豌豆馅呢，它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硬，但是呢包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其实这个青团我们可以叫它双青团，非常5星推荐，一定要尝试一下，用豌豆蓉做的内馅特别的清香宜人。所以做这个豌豆馅的话，一定要关注我的频道哦，以后我一定会分享更多你不常见的好吃的内馅。蒸制青团，开水上锅蒸10分钟，5分钟的时候开盖透气一次。刚出锅的青团色泽特别的光滑透亮，个个力挺饱满，不会塌陷。我们趁热刷上薄薄的一层熟油，用玉米油、色拉油都可以。刷油的目的是为了一会儿包裹的时候不会防灾的作用，如果自己在家直接吃的话，可以省略掉这一步。
看着这一个个香软可口的青团，每一个都咬上一口，内层的夹蟹甜而不腻，咸而清爽，我相信你也一定会爱上这个清明时节的美食的。保存青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它包上保鲜膜，这样可以室温放置1到2天内吃完，因为糯米的东西会发硬，或者你可以直接放在速冻，可以蒸好以后放速冻，也可以这样包裹好以后直接放在速冻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蒸就可以了。大家做上一盒青团送与家人跟朋友吧，那里面孕育的是你的爱与思念哦。让我们一起拥抱这个美好的春天。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，我是毛毛，下次美食视频我们再见哦。